是你耍了麦妃，是他自作聪明，是你误导他，你让他误以为有遗嘱。我并没有说谁有遗嘱，我说了是他自作聪明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并不厌诈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麦妃她无法从心底里真正的去尊重你。我不需要他的尊重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尊重。你竟然敢冲进我的办公室质问我，我不需要你教我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：第一，胜利就是胜利，胜利好过失败；第二，如果他妈妈有遗嘱，那也一定是希望他们兄弟和解，相互帮衬；第三，即使是好人，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有的时候也必须使用一些手段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，请你记住这3点，牢牢记住。出去，出去！什么事儿？我被骗了，主人，对不起。你被骗了，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他们没有遗嘱，他们误导了我。然后呢？基于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，采取欺诈手段签署的协议。那我并没有跟陆离说有遗嘱，所以不存在着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以及欺诈手段。那您知道是罗宾他们在故弄玄虚了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告诉客户有遗嘱，最后没有，客户会跟我没完没了；如果我告诉客户没有遗嘱，是对方虚张声势，万一真的有，客户还是会和我没完没了。无论有还是没有，我都会很被动。所以罗宾他们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我只是把你前女友的和解方案给了陆离，告诉陆离，如果他立刻接受，马上就能拿到钱；如果不接受，胜负难料。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没有任何责任。我学到了，主任。你和黛西真的分手了？嗯。你走了之后，黛西和罗宾吵了起来了。啊？因为他认为罗宾骗了你，非常不光彩。我可以接受你被人骗，被客户投诉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欺骗我，耍小聪明。我没有，主任，我们真的分手了，真的。重点不是分手不分手，重点是要诚实。我记住了。江海洋、林静薇期待您带着祝福为我们见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怎么还没下班？这份请柬自从我送来到现在，一直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你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？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想让我假扮成你女友，手牵手一起参加婚礼。丽娜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不应该误导麦妃，编出一个遗嘱来？可是效果很好啊。效果是很好，可是你是想说不光彩，还是因为黛西说了不光彩，所以你觉得确实不光彩？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你从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是，
我确实从来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，我也经常遭人非议，说我不光彩，但我并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现在放在心上了？我在反思我自己。反思的结果呢？从今以后洗心革面，不再关心输赢，只关心粮食和蔬菜。佳敏姐，怎么这会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儿，闲的。您日理万机，时间管理到分秒，怎么可能是闲的？肯定有事儿。你我都是律师，我们各为其主，据理力争，狭路相逢，针锋相对都是难免的。可是做人要有原则吧？那当然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告诉客户你们有遗嘱，哄着他们签了和解协议，后果会是什么样？不敢设想。那为什么你要给我挖这么大一坑？因为我知道您肯定不会掉进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跟您学的呀。您是挖坑高手，您怎么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呢？如果真的换做别人，我还真不敢挖。万一掉进去，那可怎么办？佳敏姐，这件事跟罗宾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看你们俩还挺有默契。您过奖了。受之有愧。收拾一下东西，下班吧。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听说你怼罗宾了？是，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怼他可不是为了你，咱俩已经分手了。不管为了谁，那在全景敢怼罗宾的不多，你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。什么记录？在你之前，那从来没有律师助理、实习律师敢怼老师的呀。你也没有怼过吗？我当然没有了，我一向尊师重教。你少来，你在我面前可没少说罗宾的坏话了。是，无爱无师，但无更爱真理。